全新 Mercedes E-Class 正式发布，售价359千就可以拥有一辆这么大的 E-Class， 各位老板们心动了吗？这次的 E-Class 很特别哦，分成两个车型，分别是入门版的 E200以及高配版的 E3501，就只有这个是 EQ Mild Hybrid。 那辆是 PHEV 插电式油电混合的车型，售价分别是这辆E200的359千，以及高配版的419千。动力规格上的差别呢，就是其实两个动力规格一样嘞，都是2公升的直列四缸涡轮增压汽油引擎。但是问题是，今天这辆只有 EQ Mild Hybrid， 那辆有非常大的一颗电池，还有非常大的电动马达，所以它动力辅助上来说是快很多的。这辆的0-100加速差不多7.7秒可以完成，那辆差不多6.4秒可以完成，所以在整个基础上相同的情况下，电力辅助对于这两辆车的差别就明显造成分水岭。那我们先看外形的部分哈，这辆我身边的是入门版的E200，它的造型真的明显阳春很多，因为什么？价钱真的便宜很多。你想现在你359千，你就可以拿一辆 E-Class 嘞，所以你的头灯组相对来说简单很多。如果你是E3501，你的日行 DRL 是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刀刃状的形状，然后下面还有2片眼袋。可是这个入门版呢，它只有上面1条 bar， 然后下面2条还是 chrome 给你的，所以整个造型就简单很多。第二点就是它的整个保杆套件的部分，入门版E200这个叫做 Avantgarde 前卫的造型，而至于E3501呢，很明显那个就是 AMG Line， 整个运动化造型让它更有侵略感，更加帅气。但至少什么360环境显示没有给你拔掉哦，所以这个还在的。其他的部分呢，像是水箱护罩的细节呀，整个车身的线条啊，大体上还是完全相同的，只是一个差别就是轮圈的部分。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入门的轮圈，高配版的轮圈大很多，帅很多。好，我们来说它动力系统的差别好了。入门版的E200搭载的是一个2公升的直列四缸涡轮增压汽油引擎，输出的马力204匹，扭力峰值320牛顿米。电动因为只有 Mild Hybrid 的辅助呢，它的马力只有23匹，扭力峰值有205牛顿米，搭配的是9G Tronic 的自排变速箱，0-100加速7.5秒，极速为每小时240公里。那至于 E3501呢，因为电池大颗，马达大颗，所以它的电动辅助直接上看127匹，电动扭力直接就有440牛顿米，综合起来的数据高达313匹马力，扭力高达550牛顿米。但是因为车子很重啦，0-100加速6.4秒可以完成，极速少一点点，234公里。而且E3501因为电池够大颗，所以它具备纯电动行驶的能力 ，WLTP 续航里程标定为100到118公里，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别。我觉得目前本地消费者来说，为什么我今天会选择站在E200的旁边？因为我个人觉得目前本地消费者感觉上还是倾向于说，选以汽油为主导的车型为主要取向，因为 PHEV 电池大颗。大家首先想到的顾虑就是，以后的 maintenance 啊，以后的电池组更换啊，你的费用会很高，你的二手价会很低。相对来说，东西越简单的豪华房车越保值，是不是？3厢房车，我觉得对于 Mercedes 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啦。proper 的车室空间 ，proper 的后车厢空间，对于一辆轿车一个执行级的身份来说 ，E-Class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小星星是 Mercedes 的新品牌光环，内装各种小星星我们真的看了很多了。现在车尾灯也是小星星啊，不对，这个小星星有点肥所以应该是大星星。那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？这辆是E200，那辆是E3501，就是下面保杆的部分，这个的保杆是比较优雅、比较简单的。E3501呢 ，AMG Line 的套件，所以保杆相对来说就运动化很多。好，电动尾门我们打开来，空间绝对有差。为什么？因为E3501的后车厢被电池跟电动马达吃掉非常非常多的空间，所以你看啊，今天我这辆E200，我的手下去你看到吗？我这个空间的 gap 在那辆车上是没有的，所以它活生生就比
E3501多了这么厚的收纳空间呢，一路延伸到后座去，所以这个空间是大很多的。下面打开来，当然没有备胎，只是它下面可以再做一些多一层的收纳，这个空间就非常好啊！你要装什么都可以。然后椅背当然可以做，应该是424分离型倒，所以你这边 click 一下，看到吗？倒，这边 click 一下，倒，你就全躺平，直接进去了。现在很多sedan哦，真的是越来越难做到这些了。好，坐上 E-Class 的后座 ，OK， 前座调到非常宽阔的位置了哦。你看我的膝盖，还有差不多2-3个拳头的空间。我的头部哇，都还有1个拳头的空间呢。所以哈，讲真的，我们常说家用房车，我觉得 C-Class 真的还是小一点点啊。E-Class 真的是这个空间真的是这样的，而且椅背的角度。我觉得是非常好的，它不会说非常斜，但是它的服帖跟人体工学的设计非常好。即使它这个皮革哦，这个所谓的 Artigo Leather 啊，这个人造皮啊，粗粗的，好像不怎么样，但是它的曲线设计的好，所以你坐起来感觉上其实也还算是 OK 的。后面隆起非常高，因为后轮驱动嘛，所以Mercedes 的哲学哈，有轮技术风口。后面有2颗 USB Type-C 的插槽，中间有靠手、有手机槽以及置备架，所以整个的格局上来说，E-Class 真的是做得不错。只是什么？上面没有天窗，因为是入门版，再加本地组装，上面没有天窗。只是旁边有遮阳帘，然后还有氛围灯，2种颜色的氛围灯是在上面拉开、中间拉开、下面也拉开的哈，非常 disco 的氛围灯。好，我们坐上 E-Class 的驾驶舱，哇，椅子调一调，真的调得太舒服了哈！看到吗？这个氛围灯是不是很夸张？上面一条，它做的一个层次感哦，大镜，然后这边再有一个这个皮革的 layer， 中间塞一条氛围灯，然后前面这边在前台一个皮革，然后冷气出风的 bar 这边再一条氛围灯。前面这个 banner 也一堆氛围灯，下面也一堆氛围灯，旁边再拉一个氛围灯，车门也拉3条氛围灯，这就是 Disco Every Night 对，你开车出门就是整个哇哦，这个光条的感觉哈，就有的人喜欢，有的人很喜欢啊。我们现在这辆是E200，就是一个入门版的配置，跟高配版差别有什么呢？首先第一点，它没有 Super Screen。如果高配版就是看我们的 short video 哈，它这边有多一个 screen， 副驾的人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要看什么 YouTube， 自己要做什么都可以。但相对而言呢，入门版它就只有中间的中控大萤幕，其实也是很大了啦。然后再加上仪表以及什么，高配版多了一颗中间的 camera， 它这个 camera 很妙哦，它是非常高清的 camera， 所以它有一个功能在里面，它叫做 Zoom Meeting， 就是你在开车，你就打开 Zoom Meeting， 你可以一边开车。一边在 Zoom Meeting， 到底会不会不安全，会分心这样子啊？其实真的不好说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你看有 ADAS 进阶是安全配备嘛，所以车子在那个自动巡航、自动跟车的时候，你就 Zoom Meeting 可以看一下你员工怎么跟你汇报啊，股市成绩怎么样啊这样子。不过差别最大的啦，还是真的就是这个荧幕，这个 Super Screen。不过你问我说少了这个荧幕会少了很多东西吗？我觉得不至于啦，这个是一辆车子该有的样子。多了这个荧幕，我反而觉得，算了，不要讲太多。OK， 好，驾驶盘因为是入门的关系，它是一个飞船状的造型，不是飞床，不要整天想着要上床 ，OK。后面有换挡拨片，高配版是蜻蜓状的 ，OK。Push Start 按钮在左边，灯光控制在右边。哇，这个 LED 蓝色真的是很炫一下啦。中间有收纳格，有置备架，有 Type-C 2颗，然后中间还有收纳格，有2颗 Type-C，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铺陈啊。椅子长度绝对比后面好，包覆也绝对比后面好。驾驶盘控制是电动4项的哦。所以整个豪华感是有在。E200跟 E3501插电式油电混合，你究竟会选哪一款？一款359千，一款419千，你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。要不要subscribe我们圈呢？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